Hello，大家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，就是 A 醇，没有错，就是保养品的这个 A 醇呢。我今天带了非常多的罐过来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呢？就是我想要拍一部 A 醇的毕业典礼。因为过去呢，我6年我真的是非常频繁的使用 A 醇，而且我对 A 醇的执着程度是近乎疯狂，就是我枕头的陷进去了。那到最近呢，我终于发现了跟它和平共处的方式，并且放下了我自己对它高浓度的执着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还蛮值得做一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来跟大家讲我的 A 醇修行之旅。首先呢，要来讲一些背景故事哦。这些产品呢，我们等一下都会带到，就是我到底用了多少罐。就是呢，我在25岁之前算是有机，就是大有机会长痘痘那种。然后到25岁之后呢，开始慢慢变成干肌。那在2-3年前 A 醇爆红的时候呢，大家记不记得开始出现了2个派别？一个是温和的 A 醇使用派，就是他们主打是低浓度，然后次数很频繁，就是你可以每天使用也没关系，然后不会有副作用的这种用法，然后是追求稳步成长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个派别呢是比较激进派的，他们追求的是一个高浓度，然后效果是比较刺激、比较快速，然后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。那这样的刺激呢，就是会促进那个胶原蛋白增生，然后让你的皮肤焕新这样子。那2种呢，其实追求的都是抗老啦，然后没有一定谁对谁错，各自都有很多的拥护者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是一头陷进了这个 A 醇的世界，然后我喜欢研究什么东西，我就会很努力的去查资料啊，然后实践这样子。所以可想而知呢，我就是开始慢慢往那个激进的道路前进，就是我会把高浓度当成我的终极目标。就是例如说，我今天用了0.3，我会想要把1%当成是我的目标，然后1%之后呢，可能又有其他更高浓度的产品，我就会想要去追求，然后去征服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也是追随着那个激进派的做法，就有点想要找捷径吧。虽然获得了很大的刺激，然后很多的副作用，可是我希望有一天看到它是非常漂亮的皮肤这样子。所以我就每天大把的把高浓度的 A 醇把我的脸上涂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就是现在我手上拿的这2罐是 ZO Skin， 我永远没有办法征服这2罐。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的皮肤这个耐受度是有天花板的耶。然后翻车的过程呢，就是包含皮肤发炎，然后皮肤炎之外，就是还有敏感肌。敏感肌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完全不能用保养品啊，然后只能擦那个理肤宝水的 B5 霜。然后因为一直脱皮的关系，就是完全不能化，也不能说不能化妆，就是画出来会很丑，因为它就是会有粉在上面啊，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把你的妆化好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催眠自己说，这都是过程。就是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我是会征服这个 A 醇的，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门槛要跨过去。而且网络上面呢也真的非常多人就是说，你就是咬牙撑下去，你就是脱皮给它脱光，它有一天就是会被你征服。我就想说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我不能就这样子放弃。然后每天呢就是继续的擦 A 醇这样子。那这边呢又有一个就是激进派的做法，就是他们是不鼓励保湿的，他们觉得保湿是一个多余的步骤，因为今天呢你想要刺激你的那个胶原蛋白增生，你的皮肤表层就是会开始脱皮什么的，那都是死去的皮肤细胞。那你今天保湿的话，就是等于把那个皮肤细胞粘回去嘛，是蛮多余的一个步骤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相信了，所以我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湿步骤的。就算我的皮肤那么干，然后每天都在脱皮，我就是从来都没有保湿过，就是任何的乳霜、乳液啊，然后油类我是完全没有在用的。我就是每天都只擦 A 醇，还有凡士林之类的，是不是真的就是有点疯狂？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喜欢激进派，因为这样子浓度很高的一瓶啊，其实你可以用非常久。它其实省钱之外，效果也会超级好。只要你有找对方式，而且你的皮肤刚好又可以适应，就是很可惜我不是那个天选之人。到最后呢，我的皮肤真的脱皮太久了，就是可能1-2年，它都永远都持续在一个脱皮的状态。对我来说，工作啊，是不是身心压力上面都造成了蛮大的负担。我才开始检讨说，会不会其实我应该要开始保湿了，因为我的皮肤是真的算是干性这样子。所以到了最近呢，我才开始渐渐的放下了每天一定要用 A 醇的这个习惯，就是变成可能2-3天一次，并且呢，在我的保养品里面加入了保湿的步骤，就是有一些霜类啊，或者是油类，然后我的皮肤才开始慢慢变好，然后变得比较稳定这样。而且我现在回去看我以前的做法呢，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曲解，就是激进派的做法。其实激进派没有想要让你突破那个高浓度的那个限制，因为它就是希望那个高浓度带给你刺激啊。只不过呢，我自己没有做到，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给我的皮肤休息，因为像我说我有那个执着嘛，我每天一定要擦。但是正确的做法可能是，你让它可能泛红，然后有一点副作用的时候，你就要马上停下来，然后让它进行一些修复啊，或者是现在我会加入一些保湿的过程这样子。所以到了这个时间点呢，我才真正的放弃了激进派的做法，然后回归到温和派的做法，也就是低浓度，然后几乎每天用。那除了
回归到温和派的做法之外呢，我还是偶尔，例如说1周会1次，有一天可能就是擦了高浓度的 A 醇，那之后的2-3天我就是会完全不用任何酸类的东西，就是让它休息。那像是我现在在脱皮，就是因为我3天前擦了1次 A 酸，然后过了这么久它才脱皮。这也带到我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点，就是 A 醇它是有累积性的，而且它累积性会一次爆发。就是呢，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有一阵子我长了很多背痘，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了 A 酸来擦，然后我会混一些乳液什么的，就想说不要让它太激烈这样子。然后结果擦了1个礼拜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我就想说，是我浓度不够吗，还是什么的？结果第2个礼拜开始，它整个大脱皮，就是整个大脱到一个不行，然后我就立刻把那个 A 酸停掉了。结果停掉之后，它还是继续脱皮，脱了1-2个礼拜哦。我想说，哇，原来它的那个累积性是会到一个点之后突然大爆发，而且它爆发之后呢，你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修复或者修补它。所以一样在脸上呢，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我才会改成现在的这样子的用法，就是我平常可能还是会维持低浓度，但是偶尔如果我要用高浓度或是 A 酸的话呢，我后面就是会排个2-3天的休息日，而且我的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不太会让我脱皮，其实这样也算是温和派啦。所以呢，非常开心，终于毕业了，而且我终于不用再看那些 A 醇的资料，而且我也不用再研究任何新的用法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用法就是我自己最满意的状态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分享几个我在使用 A 醇过程当中呢发现的一些小小的特点哦。都是我觉得后来发现之后蛮惊讶的一些特点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我的眼睛会干燥，就是我会眼干。虽然说网络上面很多人说，就是 A 醇、A 酸、维他命 A 跟眼睛干没有直接关联的报告，就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研究指出有这样子的关联，但是我自己就是有发现这件事情，就是大概2年前呢，我看了一部 YouTube 影片，然后她是一个国外的，应该是女医生，我现在找不到那部影片，但是那个女医生呢，在她的影片当中，就是在教人家怎么用 A 醇嘛，她就说，就是她自己是不会把 A 醇涂在眼周围的，因为她宁愿长皱纹，她也不要眼睛干。然后那个当下我就开始回想，好像真的就是我的眼睛很干，然后会不会A 醇是其中一个原因呢？在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开始停用A 醇在我的眼周，结果我觉得我的眼干的状态真的有变好。我想说那就好吧，就算今天这是一个意外好了，就算只是刚好发生的，我也想要再冒那个风险再回去把 A 醇或者 A 酸擦在我的眼周，因为眼睛还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这样子。而且因为我每天都看大量的荧幕，其实对我眼睛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伤了。今天我不想要再做另外一件有可能会让它变干的事情。当然呢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，就是网上研究报告呢，其实是没有指出这2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啦，所以就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然后另外一件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呢，就是 A 醇是会跑掉的。什么叫跑掉呢？就是例如说我之前尝试在我的脸部上面擦高浓度的 A 酸嘛 ，A 醇 A 酸，然后我就不会擦我的脖子，因为脖子这边比较脆弱。后来擦一擦呢，我的脖子竟然也开始变红，然后脱皮，然后很不舒服，我会想要抓痒，就是很神奇。就是我就算擦在这边，我下面的皮肤也会被影响到就是它这个浓度是会全身乱跑的，所以不要想说你今天就是没有擦到脖子或眼睛就没有关系，但是其实它一定程度还是有影响到那边的皮肤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来介绍几个我自己用过或者是现在正在用的一些 A 醇 A 酸的产品。首先第一个呢是宝拉的 A 醇，非常有名嘛，它的效果非常的好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很贵，而且因为你耐受之后啊，你那个用量会变多，所以我0.3其实那罐我每次要用的时候都会按2下，然后用量就还蛮大的，这样子用下来其实也是蛮伤的。所以现在我都是用1%，这个是小样，然后用完之后我可能再考虑要买哪一罐吧，因为0.3真的很贵，真的很贵，一瓶要2000多吧。而且呢，这个东西就是劝诫大家不要买即期品或者是囤货，因为我发现它就是会氧化，那氧化之后它的效果就会不如它一开始来的好。就是例如说我1%它出产之后我立刻用，又或者是我放了1年之后再用的话，那个效果是会不一样的耶。我后来有用了这个 ZO Skin， 就是激进派呢非常推崇这一个牌子，因为 ZO Skin 它的创办人呢就是这一套激进法的创办人。那这个 ZO Skin 的0.5浓度呢，会比外面同等0.5浓度的还要再更刺激，而且刺激个2-3倍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泛红，然后脱皮，来达到就是刺激的效果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是 Brightening 系列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Wrinkle and Texture 的那一罐。那这一罐呢是大家说的王者，因为它太刺激了。就是你用这一罐的话，你就是做好要泛红然后脱皮的
准备。但是其实我买了这2罐之后，我用了一阵子，我发现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系列，因为它有香味。它的香味虽然是好闻的，但是我觉得太浓了，而且很多余，就是在我脸上有点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会比较喜欢宝拉的它的那个质地，因为宝拉它就是比较清爽，它就是挤出来之后呢，它就是很快就吸收，然后就算夏天用，你也不会觉得说负担很大还是什么的。就算我是干肌，我夏天也不想要涂什么很厚重的东西在我的脸上。所以这2罐呢，就是质地不会到很稠，可是我不喜欢它的香味，我觉得很多余。然后加上这2罐也很贵，对，就是真的还蛮贵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你今天想要造成刺激，你其实可以直接用 A 酸，就是而且 A 酸又比较便宜，你就不需要去买这么高浓度，然后又这么贵的 A 醇。那说到 A 酸呢，就是我这半年开始使用了第1代 A 酸，它的名字叫做特地乐。那使用这个就是要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你一定要防晒，就是不能晒到太阳。所以使用它的话，我隔天早上是一定会洗脸啦，然后一定会做好防晒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偶尔我会拿来擦我的背部啊，或者是1周可能1天，我会稍微做一个比较高浓度的焕肤这样子，也不能说焕肤啦，就是比较高浓度的保养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一罐非常红的，就是露得清的那罐银色的 A 醇，那罐我有用过，我觉得那罐非常好用。那它的质地呢，非常适合冬天，就是你今天不管是油肌还是干肌，用那罐在冬天都还蛮适合的。那油肌你可能就是减少用量，那干肌的话，使用那罐你会觉得皮肤很舒服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还蛮稠的。而且最近呢有一个新闻，就是 A 醇之后可能在台湾它的浓度会被限制在0.3%以上，但是还不确定最后会不会实行啦。如果会施行的话，就会觉得少了一些选项，就是例如说宝拉的1%A 醇，我自己觉得算是 CP 值蛮高的一个选项，因为如果你用1%的话，你每次的用量不用那么多，然后它1罐可能也是2000，但是效果就还可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会觉得就是0.3%那一罐效果比较好，不知道是因为适应了还是怎样。所以呢，现在 A 醇用了这么久，我会觉得现在的皮肤比以前走捷径的时候还要更好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反省哦，就是我觉得我在采取激进手段的那阵子，虽然不能说激进派是错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要配合一个皮肤休息的修护期。那我自己的最后的结论呢，就是我会温和派还有激进派是并行的，就是它是有点交错的这种感觉，效果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其实这2个派别并不是你一定要选一个，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搭配使用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激进派会比较容易翻车，然后也要认清说有些人就是天生没有办法是一直采取激进的手段，像是我自己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到了现在这一刻呢，我终于跟这个 A 醇和解了，但我就是可以 move on 了。我觉得 A 醇对我来说这个效果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。那我应该是要去追求其他可以让我皮肤更好的事情，例如说我应该要专注在我的饮食，专注在我的睡眠，应该是比 A 醇更重要，我觉得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的毕业心得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其他的保养相关影片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例如说大家想要看维他命 C 啊，又或者是我平常的保养流程之类的话呢，欢迎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片再见了，拜拜。